外媒如何看待华为 Mate 70系列搭载的麒麟9020处理器在性能与能效方面取得显著突破呢？不妨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外媒称，华为官方在 Mate 70系列发布会上虽未详细讲解麒麟9020的技术细节，却给出了一组重要的提升数据：操作流畅度提升 39%， 游戏帧率提升 31%， 整机性能提升 40%。外媒称可能是相比 Mate 60系列，但处理器真正的能力还得看具体测试与跑分。根据网传的跑分数据显示，麒麟9020在 Geekbench 6的单核性能约为1600分，多核性能达到5100分。对比来看，单核性能处于骁龙888加和骁龙7加第二代之间，多核性能则位于天玑8300和天玑9200的区间。而在安兔兔的综合得分约为125万分，相较麒麟9010的96万分提升了约 30%， 初期成绩已略超骁龙8加第一代，后期优化潜力巨大，这表明麒麟9020已经在性能和效率间取得平衡。尤其在整机流畅度和重在游戏表现上更是有质的飞跃。网络曝光的规格，麒麟9020的核心参数为 CPU 采用2×2.50G 赫兹加6×2.15G 赫兹加4×1.6G 赫兹 ，GPU 为马良920。制程虽未有重大突破，依然沿用上代工艺，但实现了架构级优化。与麒麟9010、9000S 相比，麒麟9020看似只是频率的提升，实际大概率内部动刀，重点优化了核心设计和调度策略。此外，麒麟9020首发支持 3GPP-R18 的 5G ASOC， 标志着华为在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。能效方面，麒麟9020在大小核架构的能效上均有提升，小核能效提高 50%， 中核能效提高 20%。这些改进将使设备保持较低的发热和更长的续航。外媒称麒麟9020整体性能已接近2-3年前的旗舰水平，但与骁龙8 Gen 3和天玑9300等最新旗舰相比仍存差距。当然啦，我们在国内的用户肯定也知道这一点，华为目前采取的是小步快跑、稳扎稳打的策略。回顾当初的麒麟920到麒麟960，这一模式帮助华为在自研芯片领域逐步缩小与国际巨头的差距。根据目前的产品节奏，麒麟9000S 为回归之作，略显保守；麒麟9010是一款过渡性升级，麒麟9020则首次展现正带新的实力。未来麒麟9030、9040预计将在 CPU 性能、NPU 算力、5G 通信等领域进一步提升，并有望缩小与顶级旗舰芯片的差距。除了硬件上的改进，麒麟9020的强劲表现也离不开鸿蒙系统的深度优化。鸿蒙系统凭借独特的分布式架构和 AI 调度能力，在应用启动速度、后台管理和多任务流畅度等方面持续优化，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。在游戏性能方面，华为利用 GPU Turbo 技术与鸿蒙系统的软硬协同，使得麒麟9020能在更高帧率下保持稳定，降低掉帧率和卡顿现象。麒麟9020的发布标志着华为芯片研发迈入了新阶段，尽管当前工艺制程尚未实现突破，但凭借架构优化和系统协同，华为在核心技术领域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创新力。从性能数据到实际体验，麒麟9020已成为华为高端旗舰的重要基石。小步快跑、策略稳步推进的麒麟系列，随着鸿蒙的不断更新，相信未来也有望在全球市场重拾竞争力。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，难免在性能、软件、价格上受到一些争议，只能希望这一天来得快一些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忙点个赞，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。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，也欢迎关注我们。这里是思赞，分享数码前沿信息，偶尔写写测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